Hello，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如何在 AWS 上部署VPN V2Ray。这款 V2Ray 的话，我们可以来到官方网站上，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介绍，比如说它的主要特性啦，它是一个做什么的工作的，然后以及使用方式。然后今天我给大家来在这个 AWS 上部署这款V2Ray 的这款软体，然后我们可以自己部署在AWS 上。然后我假设现在每个用户有一款自己的 AWS，然后如何去搭建呢？只需要2个命令行就可以一键部署自己的VPN。然后我们可以来到 EC2 AWS EC2。然后这里面我可以选择各个国家的地区，比如说你看啊，比如说我们有美国，美国的，还有香港、印度、日本、南韩、新加坡、雪梨啊，澳洲、日本，然后还有加拿大、德国、欧洲，就是这些国家。然后我今天给大家来随便展示一个，比如说我现在要选择这样的吧，我们选择 South American， 选择巴西的。你可以看到，我们进入巴西，进入巴西之后，我们这个 AWS 就已经切换到了这个巴西的，就是伺服器这个 region 相当于。然后我们进入 EC2，其实非常简单，你只需要跟我一步一步操作，你就会部署一个自己的 VPN。然后我们进入这里，你可以看到 Launch Instance， 对吧？Launch Instance 我们这里面呢需要安装乌班图就是Linux 系统。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选择DK T2 .micro 就是已经足够了。如果新用户第一年还是免费的，你可以看到这写个 free tier， 就代表这是免费的这个条款。如果你是第一年的话，然后我们这里选这个 key， 我们选择之前那个默认的，也可以自己创建一个。这里面你需要自己第一次创建一个 new create key， 但是我这里面之前已经有了，所以说我们选择我之前的 Brazil 的 key。然后 network 的话，这里我们可以创建 security， 这样的吧，我给大家来自己创建一个新的，我不用我自己之前的。然后我们创建一个 key 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允许 SSH 连接，这是必须要的，是必须要的。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存储8G 默认的，这个我们不能变小，因为变小的话，它 AWS 说它必须超过8G。然后我们选择即可，然后我们点 Launch Instance。其实非常容易，你可以看到我这操作基本上就2步已经完事了。现在已经我们创建好一台EC2 实例，就相当于你们所说的 VPS。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点击 Connect to Instance， 然后需要连接。连接的话，使用乌班图用户，因为它默认是乌班图用户。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款 IP 就是我们分配好的巴西的 IP， 然后我们点连接，我们看到，然后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是否需要我们看能不能连接进去？它现在是正在创建连接，你可以看到这个伺服器已经进入了。然后我们需要type root， 我们需要 root 权限才能进入这里，因为我们这里面是乌班图。然后我们点输入sudo -i， 你可以看到就直接跳到这个 root 用户是吧？然后这里面我只需要给大家操作2个命令行就可以部署自己的 V2Ray。然后进入我们的这里面，这是我的一个笔记。首先是我来解释一下 apt update -y， 这就代表乌班图它的这个就是相当于它这个市场它需要更新一些软体。然后-i 是代表 yes， 默认即可。然后 and， 然后 apt upgrade -y， 这跟之前的差不多，也是相当于更新的意思。然后 and apt install。我们需要安装这款软体 CURL， 然后我们可以然后我们需要拷贝下来，拷贝下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在这儿粘贴下来。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就是伺服器正在帮我们创建这台V2R sorry 是帮我们安装前置的软体。然后我们需要等待。然后这个安装成功之后，我们直接是跳到这一步，我们直接在这里面安装这个，这是 GitHub 上已经帮我们写好了一个，就是install shell， 然后我们需要部署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然后在等待的时间，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是 AWS 上。如果大家没有 AWS，也可以在 Azure 上操作，也可以在 Oracle 甲骨文云上操作。如果大家都没有的话，那你们就尽量注册一个。如果大家说，都注册不容易，如果这3台云厂商你都注册不下来，那就不是云厂商的问题，可能是你的问题了。那就你需要换一个你的信用卡，一定要准确有效的信用卡。这里面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AWS 注册比较容易，但是它之后可能会让你就是认证你的信息，这个比较麻烦一些，这需要你去 fax， 就相当于给他发传真，然后上传你的工资、你的信息。然后 Azure 是相当于就是微软云当中最简单的注册的，这个 Azure 我也强烈推荐。然后 Oracle 呢注册不是很容易，但是 Oracle 注册之后可以有机会是分配到免费伺服器。然后我们回到这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点刚刚粘贴好的这个命令操作，你可以看到我几乎完事了。然后我们需要这里面是中文简体，他说巴拉巴拉巴拉，我们需要点 Y， 这是在确定。然后这里面设置个用户名，比如说我用户名叫什么呢？我叫 admin 是吧？然后我们输入 return， 然后设置一个密码。这个密码是你一会儿登录这款 Web UI 的时候需要的。然后我们点输入回车，然后请输入面板端访问的端口。比如说我们这里开什么呢？开4个8。1、2、3、4，你看4个8是吧？回车，这就 OK 完事了。我现在已经装完了，装完之后我们回到这里，然后我们需要看看我们刚刚创建好的这台伺服器，它这个就相当于 VPS， 它这个 IP 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是 18.231.122.67 是吧？然后我们到这个终端里面输入这个，然后我们将刚刚好的配好的端口8888，你看我们输入 return， 你看它是否能返回到这个我们这个 V2 Ray 的这个页面。它现在是正在连接当中，我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 set 888，就代表它可以在这里面那个操作。然后我们输入，我们看看这个里面，记住它不是 HTTPS， 它没有 HTTPS。哦，进不去，我再看看啊。为什么进不去呢？可能是对了，我想起来了，因为我们刚刚开好的这个4个8，它这个端口没有开放，这个我们需要操作一下。如何操作呢？我们需要进入这款实例，然后输入这款实例，然后它连接的是哪个 security？security 你会发现它有个 security groups 是吧？然后我们需要进入这个安全组，安全组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有个 inbound rules and outbound rules 是不是？然后我们需要编辑这个 inbound rules，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我只开了一个 SSH22， 这就代表我们可以通过 SSH 就是进入这个连接刚才的这台伺服器。现在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rule， 添加一个什么 rule 呢？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88888， 这是我们刚刚开的端口，然后它是预设的是 custom TCP。然后这里我们需要选择 CIDR blocks， 需要选择就是所有的这个 IP， 然后我们就是点 save rules 是，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命令行，然后我们再输入 return， 你会发现它已经进入了，但是它说 not security，OK， 这个你可以忽略。然后这里面的用户名是 admin 之后，然后它密码是我们刚刚设置的，然后我们输入 login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进入这台页面是不是？
这个页面就代表我们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谁连接我们的V2 Ray 的这个 VPN，然后我们点入站列表。我这个我翻译一下，我这个。然后入站列表，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个 Plus，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添加一个，我们这里比如说我们刚才创建好的这个是巴西是吧？巴西比如说 Brazil VPN 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这里面那个 protocol 我们选择 VMAX， 这个是默认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连接部，是58739，连接部就相当于是 port， 是58739。这个我们需要记住，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开启这款端口，然后我们点添加。添加之后呢，然后我可以给大家用我的手机去连接，因为我这个 MacBook 上并没有下载这款。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到我们这个就是我这个手机上来。shit, this is music。我把这个不好意思，我把音乐关了。这台一会儿得屏蔽，要不然它说有版权了。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款，我们需要下载安卓手机需要下载 V2 Ray NG 这款软体。这款软体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这个页面。我们页面上之后，我们点操作，操作之后你会发现它有个 QR 图码是吧？QR 图码的时候，我们需要手机去下载，去扫码。你可以看到这是我这款软体手机是吧？然后我们点我先把这个之前我们那个之前旧的删了。下载这个软体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有个扫 QR code， 扫 QR code 你可以发现，你看我们点打开摄像头，你可以发现扫完之后它出来的这款软体没看着？然后 Brazilian VPN， 然后我们点击连接，然后我们点连接之后会发现我们点三角号。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是已连接当两种，然后我们测试一下 testing， 你会发现它现在 testing 它是连不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就是我们刚刚并没有开这个端口，然后所以说呢，我需要记住这个端口，看不着58739，我们需要到后台之后，然后再编辑一下这个 inbound rules，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TCP 端口是58739，同样的就是选0000，然后我们点 save rules， 然后 save rules 之后呢，我们同样的再来到我们的手机上，来到这个手机上，你会发现它这个还是你看 testing， 你会发现你看它现在已经连接上了，它显示它是927毫秒。延迟稍微比较高，因为它可能是在巴西嘛。然后我们已经连接上了。那连接之后呢，我们来测一下我们的这个 VPN。然后我们到后台，我们看，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8K， 比如说8K video。你可以看到我们进入这个了是吧？你可以看到这个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可以啊，是不是可以啊？然后我们选择什么呢？我们选择高的，你可以看到这效果怎么样？效果其实也可以。我们现在是进入的是巴西，这是8K 的影片，你可以看到，是不是？这是我现在手机上，然后我怎么呢？然后我进入，哎，可以后台播放，这我还真不知道。我记得之前是不可以后台播放的。然后我们输什么呢 ？Where's my IP？ 你可以看到 Where's my IP 呢？我先把这个影片关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现在验证我是否是机器人，然后我是人类，你可以看到啊，
它是不是巴西的国家节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IP，你看我这本地 IP 是连接上了，它是18点，我这个可能是有点发虚，你可以看到它是18.231.122.67，这就是我刚刚创建的这一台伺服器。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IP，你看它显示是 Brazil，你可以看到它是在 Amazon Technology 这个亚马逊云上的一个在国家在巴西的节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IP 它是多少？它是18.231.122.67，正好就是我刚刚在 AWS 创建的这台伺服器。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现在回到我们的页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EC2 instance 这个 IP，你看是不是18.231.122.67？然后呢，我们现在我用完了是吧？我要是不想用怎么办呢？我不想用很简单，我只需要进入这台实例 instance， 就是相当于 VPS， 我直接关掉，关掉之后，现在就相当于没有不收费了，我也不用了。我想用的时候我就创建，不想用的时候不创建。你看，好了，这是我所分享的影片。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请订阅我，然后点赞留言，然后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你，拜拜。